大家好，歡迎嚟到新潮文嘅頻道，我係你哋嘅主持郭正彤。就喺上文提會，以色列口服心不服咁樣話，我會另擇一個方式同埋時間嚟到要伊朗佢哋作出佢哋嘅代價。美國亦都走咗出嚟，大抽政治水嘅能量，就係話全靠佢哋，所以伊朗嘅呢個反擊先至係有限度，同埋全靠佢哋以色列先至唔去反擊翻伊朗，藉此再次發動全面升級成為中東之爭。而根據上文提會咧，就係中國同埋俄羅斯嘅今次嘅反應咧，就異常地冷靜同埋平淡。咁今日咧，新潮文就為大家嚟到去進一步嚟到解破。首先，以色列係會唔會聽美國嘅話，真係停火止戈，定還是咧好快就會對伊朗嗰邊有一輪非常之猛提升成為中東之爭嘅攻勢？呢個可能性係非常之大。第二就係同大家解釋下喺呢個戰局裏邊，如果中國、俄羅斯同埋伊朗喺今次呢件事件上邊係三方嚟到密切咁進行聯繫，三方聯動咁樣希望，甚至利用埋以色列嚟到拉美國入去中東之爭呢個泥凼裏邊，等美國難以抽身，嚟到削弱美國嘅霸權。等美國顧此失彼嘅時候，無論係中國喺東亞呢邊，甚至俄羅斯喺東歐嗰邊都能夠得利。如果係一個咁樣嘅戰略嘅話，大家睇成件事又會點睇？係咪即刻唔同晒呢？今日就會陪大家進一步嚟到分析，以色列係冇可能會克制，佢係絕對無論喺內政上邊，無論喺對外上邊，佢嘅角色、佢嘅影響力，總之諸般原因，佢哋一定要務求盡快將今次嘅戰事提升到去全面嘅中東之爭，然之後一定要拉到美國落水。伊朗同埋中國同埋俄羅斯喺今次嘅事件上面點樣三方聯動，三方嚟到配合住戰略，目的呢就係要扇美國一把，削弱美國嘅霸權。今日就會陪大家喺唔同嘅角度，同埋再加最近發生嘅種種新聞咧，嚟到可以加以論述同埋分析嘅。喺節目開始之前，就由我格仔嚟到呼籲一下，而家我哋新潮文喺7月份所搞到嘅新疆北疆之旅咧，就現在正式接受報名啦。今次我哋呢個嘅北疆之旅咧，就為期12日，出發日期就會由7月21號至到8月1號。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聯絡潘小姐嚟到報名，以及係查詢行程以及係價錢嘅。今次我哋嘅北疆之旅係經過我格仔結合上年去過幾次新疆嘅經驗，而去到重新訂製嘅一個行程嚟嘅。邊啲地方好玩唔好玩，結合到我哋上年嘅經驗一清二楚，而且亦都首次將團友嘅體能、眼睛是否有審美疲勞呢啲標準都加入埋呢個行程入面。我將會喺呢條片最尾嘅10幾分鐘時間就會嚟到講解俾大家聽。今次我設計到呢個行程有啲乜嘢重點嘅，大家有興趣嘅話就可以睇埋呢條影片最尾嗰10零分鐘嘅行程介紹，再 WhatsApp 過去報名都唔遲嘅。另外就係喺4月9號。我哋新潮文同埋網友舉辦嘅新潮文與你共度4週年嘅晚宴上半場喺景觀會所裏面舉行，咁好多朋友都有到場，有成300人之數咁多，咁但係好多朋友其實有更多嘅朋友亦都係報唔到名嘅，咁所以為咗滿足大家，為咗同大家共聚、歡飲歡坐、暢談一番嘅話亦都會舉辦第2場。時間就係5月5號嘅晚上，照舊我哋嘅食飯時間往往都係7點至到9點。5月5號嘅晚上，我哋會選取喺北角嘅另一個海關嘅高級官員會所嗰度舉行我哋嘅晚宴。嗱，呢個海關嘅高級官員會所，亦都係同警官會所一樣，都係我哋新潮文非常之尊敬嘅前線執法人員佢哋嘅私人會所嚟嘅。咁幸得我哋有人帶領之下，能夠喺嗰度舉辦晚宴同大家共聚。每位價錢就係650蚊一位，要訂位嘅話就係要聯絡呢一個號碼，講俾大家聽，一定要用文字 WhatsApp 嚟到聯絡，+852-689-2128。再講多次，一定要文字 WhatsApp +852-689-2128嚟到同佢進行文字溝通，進行報名啦、訂位啦等等嘅安排記錄嘅。
菜單方面就有頭盤嘅三味、海蜇分蹄、椒鹽吊片、蜜汁叉燒，然後就有上湯芝士焗波士頓龍蝦伊麵、鮮露筍百合炒帶子。湯類咧就有花旗參、杞子、響螺燉雞，然後就有蠔皇北菇扣、綠頭鮑魚，有清蒸嘅東星斑啦，然後有當紅炸子雞。菜方面就有腿蓉扒津白，主食方面咧就有 XO 醬翡翠蝦粒炒飯，甜品咧就有雪耳海底椰燉萬壽果，每位價錢就650蚊一位。再講多次嘅電話就係+852-689-20128，+852-689-20128，一定要 WhatsApp 文字嚟到進行溝通訂位同埋安排嘅過數事宜嘅。咁期待喺5月5號晚上7點開飯，喺海關高級官員會所見到大家。咁喺節目開始之前，亦都順便呼籲大家，請大家留意一下有冇訂閱新潮文嘅頻道。如果仲未訂閱嘅朋友，記得撳新潮文嘅訂閱掣，再撳埋旁邊嘅嗰個啷啷掣，再撳全部，先至為之呢係完成整個訂閱流程，係可以收到我哋最新嘅影片通知嘅。喺呢度呢就有勞大家啦。嗱，咁現在事不宜遲啦，就為大家正式嚟到分析，進一步分析今次嘅伊朗反撲行動是否弱雞？以色列又會唔會真係聽美國講，聽國際社會講，唔去對伊朗乘機嚟到發動再一次嘅強烈攻勢？以色列有幾快就會開始佢嘅行動？佢嘅決心有幾大？佢嘅利益位，佢考慮因素喺邊？點樣喺無論係外來嘅因素，以色列都一定要快啲拉美國落水，然之後將今次嘅戰事提升去中東嘅全面大戰，就係第7次大戰。而好多人都覺得就係回應翻上一集，就係中國同埋俄羅斯喺今次呢個4月14號伊朗反擊一事呢，卻係異常地安靜，少講嘢喎。無論係讚又好彈又好，都異常地安靜。原來個中咧係有原因。呢個原因咧就係講到大國戰略。伊朗雖然佢哋係呢個什葉派嘅大佬，伊教都係比較刺激分子嘅阿頭，但係咧始終人哋係波斯王國，始終人哋係一個大國。大國嘅戰略就唔容許呢個匹夫之勇嘅衝動，佢哋一定係有諸般唔同嘅考量，唔同層面嘅考量。而今次呢個伊朗看似無力嘅反擊呢，其實背後有好多考量。呢個考量係關係到同埋中國同埋俄羅斯三方嘅一個戰略。而呢三方嘅戰略呢，就係代表咗呢個世界三方唔同嘅戰線。一個就係俄烏東歐嗰邊戰線，伊朗就係代表巴以中東呢邊嘅戰線，而中國呢，就代表呢個南海同埋東亞呢邊嘅戰線。三條戰線一齊嚟到三方聯動，目的就係借中東嘅局勢咧嚟到去等以色列拉美國落水，等美國咧深陷呢個泥潭裏邊嘅時候咧，咁就會變咗一個局面，就係美國無論輸無論贏，無論以色列係輸係贏都好咧，美國都會霸權盡失。今日呢集就會完全為大家嚟到解釋呢個角度嘅分析。嗱，首先咧，我哋慢慢一步一步深入淺出咁樣嚟先。嗱，伊朗今次就係還擊翻，因為佢喺大馬士革嘅領館俾以色列爆咗，咁就要講下以色列點解要狠心地冷酷無情、心狠手辣地爆人哋個領事館。好簡單原因，大家都知，就係要將成個中東嘅局勢提升。點解要喐伊朗？要發動全面嘅鬥爭？咁因為好簡單，伊朗就係什葉派嘅大佬，伊朗就係什麼聖城一派啊，什麼真主同盟啊，呢啲咁樣嘅中東刺激組織，尤其是哈馬神聖鬥士啲刺激組織，佢哋嘅超級大佬，而且攻擊伊朗咧，又可以直接將此時唔係淨係代理人刺激分子之爭，全面提升到國與國之爭。咁以色列若然俾成個中東世界圍剿嘅時候咧，有咩好處呢？好處就係佢可以即刻就拉美國落水，因為咧美國係唔會俾以色列俾人哋圍剿，然之後令到佢亡國呢樣嘢咧，美國係一定唔會俾佢發生嘅。所以以色列做嘅所有嘢都係要拉美國落水。今日我哋就用呢個角度嚟到開始呢個分析，意思即係話表面上睇起上嚟就係以色列同埋伊朗之爭，但係無論邊一方贏又好輸又好，最後輸嘅咧都係美國。點解？嗱，話就話以色列嗰邊咧啲軍事科技好強，
美國有好多唔同嘅軍事方面嘅科技都支持以色列，甚至連飛機嘅戰機嘅型號都特登為以色列咧開多條 product line， 可以講得係愛護有加。話就話伊朗咧超過300架次嘅無人機同埋飛彈，有 99% 咧都被攔截咗，足顯鐵穹系統防空系統咧佢哋有好幾強。所以拜登都出嚟抽水咧，就係話全靠佢牙力同埋佢嘅實力，令到伊朗咧就技潛國際社會同埋美國嘅壓力，所以象徵式嚟到扮報復。咁但係另一方面咧，佢又話可見呢個西方聯盟啊，美國、以色列嗰邊佢哋嘅軍事科技幾犀利，幾咁超越咗伊朗。喂，咁你真係自相矛盾啫。因為你一方面又話伊朗根本就係扮報復，唔係出真實力；另一方面你又要誇獎自己啲防空系統有幾咁犀利，點樣攔截到人哋 99%？ 咁若然人哋唔係全力打過嚟，咁你嗰啲 99% 嘅攔截都唔可以攞嚟作準啦。其實又係自相矛盾嘅。咁伊朗嗰邊嘅説法又係點呢？伊朗嗰邊説法就係好多媒體都沒有報導但係咧亦都唔代表咧冇報導，唔代表佢係講錯。伊朗話佢最主要咧就係要首先就係攻擊嗰日邊一架飛機由邊一個基地飛去大馬士革嗰度爆佢哋嘅伊朗駐敍利亞嘅領館咧，佢哋就攻嗰個基地。咁伊朗指導咧呢個基地點係爆發咗，令到佢哋重創。另一個就係要攻擊呢個情報熱點。喺呢個以色列同埋敍利亞邊境嗰個，即係嗰啲所謂摩薩嘅情報組織，伊朗係指導咧，又係爆咗嗰度咧，重擊好多情報人員咁話嘅。不過講到最後，總之咧，唔同人有唔同嘅説法，我哋可以總個總結就係伊朗今次佢嘅報復嘅烈度一定係唔高。嗱，呢個肯定㗎啦，佢沒有用強大嘅武器。如果你熟悉伊朗嘅軍事同埋軍備嘅話，你知道佢唔係咁簡單，佢絕對係一個點到即止、象徵式嘅行為。但係須知道呢件事咧，其實美國都係出嚟抽水，佢冇能力控制得到伊朗報唔報復，亦都冇能力控制得到以色列咧將呢個戰事升級。佢只不過咧喺從中事件發生咗之後喺度馬後炮嗰啲抽水。伊朗點到即止，又話全靠佢；以色列未報復，又話咧全靠佢。美國根本從來無可奈何，而以色列咧其實睇準咗美國呢一點，以色列將會有一輪超級大嘅報復，而美國亦都係無可奈何，佢根本控制唔到。大家往呢個角度，我哋一齊嚟到諗一諗。現在以色列嘅困境就係佢俾唔同嘅刺激組織喺度圍剿緊。我頭先都講咗啦，因為哈馬神聖鬥士黎巴嫩嗰邊咧有啲什麼真主一派，然之後啲聖城嗰啲代表組織全部都攻緊，仲有也門嗰邊又有喺紅海嗰邊搞美歐嗰邊嘅商船。身為所有呢啲戰線嘅大佬，伊朗始作俑者，什葉派嘅大佬指揮住成件事。以色列求其一個淨係喺巴勒斯坦佢哋當地嘅哈馬神聖鬥士，佢哋都難以將佢一一清除，更遑論其他刺激組織。所以連刺激組織搞唔掂嘅時候，佢點會可以喺成個中東陣營，若然真係成個中東陣營一齊連埋國家一齊去攻以色列，佢一定俾人哋圍到咧會亡國嘅。我哋啱啱先嚟睇新聞，就係睇到黎巴嫩嗰邊有啲真主一派嘅分子，又導致以色列嗰邊有幾多個軍人咧又離去咗啦。嗱，以色列無論幾強都好，面對中東嘅圍剿咧，佢幾犀利都好，佢都始終係一個小國，佢冇咁多資源去損耗，佢冇咁多軍備人力去損耗，淨係講損耗呢樣嘢都足夠陰乾以色列呢個國家。嗱，大家知道咧，大家記得啦，就係4月14號。嗰陣時候，以色列咪關閉咗領空嘅。雖然關閉領空係短短7個鐘頭，但係佢哋關閉 GPS 咧，其實就係關閉咗成個幾兩個禮拜咁多。就喺佢哋收到消息，伊朗嗰邊會全面反撲，佢哋大概去到4月4號開始就已經刪咗 GPS， 一直就係刪到就係14號之後佢哋先開返。目的咧就係為咗等任何導彈無人機過到去咧，就難以定位。當然，伊朗咧，我哋尋日啱啱報咗，就係伊朗係用緊北斗系統嘅。咁但係大家唔知道嘅就係有咁多人喺以色列嗰邊要走去防空嘅窿裏邊嚟到避一避禍啦，去有唔同嘅避禍安排啦。城市好多交通冇咗 GPS 咧，亦都大亂。淨係呢段日子裏邊佢嘅經濟損失同埋民生大亂咧，對
以色列嚟講都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大嘅損耗。更加唔使講咧，就係要攔截嗰啲伊朗嗰邊嘅攻勢啊，咁便宜嘅攻勢，佢哋用多10倍嘅價錢嚟去攔截。所以意思即係話，伊朗佢今次呢300個架次嘅力弱無人機或者力弱導彈有冇發過去以色列嗰邊都好，淨係喺呢個威嚇嘅狀態下，呢個損耗都能夠陰乾以色列呢個國家。而大家記得4月14號嗰陣時候，馬上咧內塔尼亞胡同埋佢哋嘅防長同埋前防長咧係反對派嘅領袖嚟㗎，咁都要三方進行一個呢個戰時內閣嘅會議。而前防長今次咧係對內塔尼亞胡有牽制嘅作用，即係話喺今次事件上面，唔好講對外嘅戰略或者得唔得到國際社會美歐嘅支持，淨係佢哋以色列嘅內政裏邊咧都有一番嘅內鬥。內塔尼亞胡咧喺今次裏邊係面對內外唔同嘅壓力，呢啲亦都係一個政治層面嘅損耗嚟嘅。所以內塔尼亞胡一定要拉美國落水，拉美國嚟到去助戰。明顯咧，大家而家可以話肯定一樣嘢㗎啦，拜登政府係諸般不願，係點都唔想咧擺明嚟到去支持以色列，只能夠暗地裏咧就係啲軍助、啲軍費資源等等，明面一定唔敢噶啦。更加唔好講話，如果全面發動咗中東之爭嘅時候，美國落場一齊砌啦。中東而家嘅戰局俄羅斯就亦都知道啦，佢同伊朗嘅關係非常之好，同敍利亞關係非常之好。而中國咧，阿富汗、巴基斯坦係鐵桿盟友，沙特同埋伊朗啱啱先至同中國嘅調停下，促成咗重新有翻呢個外交關係，遜尼派、什葉派。然後敍利亞總統嚟中國嘅時候，大家記得我哋中國點樣對敍利亞嗰邊有呢個高級別嘅接待，令到佢非常之感動，奠定咗中國同敍利亞嘅關係。所以中東嘅戰局咧就係咁樣樣。你話今次呢件事情冇中國同埋俄羅斯一齊同伊朗嚟到商量對策咧，就一定係假嘅。講得出你都唔了解大國戰略。今次伊朗係奉行住中國同埋俄羅斯嚟一個更加長遠嘅對策，所以先至用咁力弱嘅方式嚟到去進行呢個象徵式嘅反擊，目的咧就可以等自己依然可以繼續奉行翻呢個國際嘅慣例，就係我行使我嘅自衛權，然之後我就點到即止，繼續喺道德上面咧攞個制高點。而如果以色列真係拉到美國落嚟呢個戰場嘅話咧，就此消彼長底下，美國就變成唔講道理嘅嗰個，咁就會好難得到國際西方社會咧應該講嘅支持，歐洲陣營嘅支持。而如果美國真係落咗場嘅時候，以色列又俾人哋咧圍緊嘅時候，美國深陷咗呢個中東嘅戰局裏邊咧，咁而家就係講緊就係美國顧此失彼底下就會失去咗東歐嗰條戰線。而家澤連斯基咧日日喺度投訴，尤其是4月14號嗰陣時候咧，嗰個新聞既然美國同埋以色列根本都咁想強調佢哋攔截咗99% 嘅空擊之後咧，呢單咧本來就係美歐集團一單威水嘢嚟嘅，澤連斯基就非常之唔開心，因為佢非常之妒忌，就咁話就係話，喂，你睇下，你分明係厚此薄彼啦！以色列嗰邊啲鐵穹系統、防空系統咁犀利，喂，我哋呢邊唔掂喎，我哋都想有啲好犀利嘅防空系統，因為我哋亦都好需要。美國咧唔可以厚此薄彼嘅，我哋都需要以色列式嘅待遇咁樣喺度鬼殺咁嘈澤連斯基又甚至喺度話啦，喂，其實我哋同以色列都係咁高咁大啫，我哋都係喺重要嘅戰線上邊站在最前線同你哋鬥過嘅喎，點解唔幫我哋我哋唔係北約成員，以色列都唔係有咩理由厚此薄彼美國咁樣咁講嚟呢度，大家都知道啦。你澤連斯基點同以色列比？烏克蘭點同以色列比？大家唔同人嚟嘅，唔同種姓嘅人嚟嘅。雖然唔講到明，即係呢種姓制度，一個咧就係美國資本裏邊咧其中一派嘅大佬，一個咧就根本就係顏色動亂所製造出嚟嘅炮灰，就係用嚟咧頂住俄羅斯嘅。咁但係若然美國真係俾以色列拉咗落場，喺中東嘅亂局裏邊咧，就陷咗落去，陷咗喺個不義之爭，支持以色列就係不義之爭裏邊嘅時候咧，亦都俾中東各大嘅門派、刺激組織甚至國家圍剿緊嘅時候咧，
東歐嗰邊戰場一定顧此失彼，就話美國以前誇下海口，就話我哋美國唔單止2條戰線啊，3條戰線都afford得起啊。咁但係事實就證明咗啦。事實上，如果真係實戰嘅時候起上嚟，我哋去年尾就已經睇到啦。美國一定顧美國，淨係因為巴爾嘅戰線都令到俄烏嗰邊就大大失策。大力弱啦，因此普京現在先至根本佢烏東佢成個就嚼晒㗎啦，而家就諗緊點樣去嚼埋基輔嘅啫。所以中東呢邊升級，普京就會鬆一口氣，然之後更加肆無忌憚就好似呢個2024年嘅歐亞風險報告所講咁樣，場仗就已經打完㗎啦，俄烏普京就食硬烏東嘅。就只不過係而家睇緊會唔會喺2024年佢要更多嘅地啫，而另一邊就係風險報告冇講嘅，就係東亞呢邊。若然美國係真係忙於處理中東嗰邊亂局嘅話咧，咁唔單止俄烏喺東亞呢邊，我哋中國亦都會好似俄羅斯咁樣改變成個局勢，趁美國亂顧此失彼嘅時候，最忙嘅時候就喺東亞裏邊重整翻一個屬於利好我哋嘅局勢，就趕盡晒嗰啲搞事分子。搞事分子沒有美國背書底下當然美國最近連同歐洲好想做好多背書啦，都係日本菲律賓等等呢啲咁嘅搞事分子，但係佢搞唔出啲乜嘢嘅。美國一深陷咗中東呢個陷阱，佢就會連失2條戰線，呢個就叫三方聯動，3條戰線嘅一個聯動嘅一個關係，就係中國、俄羅斯同埋伊朗。咁另一個版本就係當美國點都唔出手參與呢個中東嘅亂局，以色列一輸嘅時候，美國都輸，咁美國就會正式失去咗中東。美國正式失去中東就失去好多嘢咯，失去咗呢個石油美元啦，失去咗以色列呢個喺中東唯一嚟嘅平衡美國影響力同埋實力嘅呢個跳板國家啦，失去咗個中東小霸王。咁然之後中東嗰邊一失去咗美國搞事嘅時候，美國搞事力量一樣，中東就會團結，然後就會更加傾向咗有利於中俄呢邊，令到美國霸權顏面盡失。所以無論美國一係就係失去中東，一係就係東歐同埋東亞一齊失去。無論係點樣，美國喺過咗2024年之後一定會係霸權進一步削弱。所以美國現在點都唔可以，點忍都好，忍屎忍尿都好，一定唔可以落場。但係以色列唔會放過去，以色列一定係會想盡辦法，千方百計咁拉美國落場。所以以色列一定係會喺非常之快嘅日子裏邊進一步對伊朗嗰邊進行一系列嘅戰事升級嘅行動嘅醜惡行動，然之後逼到有更加強而有力嘅回應。根據上一集我哋體會就係講到啦，就係以色列內塔尼亞胡自己其實亦都講啦，就係一定會大舉反撲翻伊朗，係之後佢先改口，但亦都透過以色列當地嘅媒體嚟到散播信息，就係話會有大規模嘅行動，因為戰鼓已經打起咗，現在只待總統大人即係內塔尼亞胡下一步嘅行動啫。而其他媒體嚟話發生社都講咗啦，只不過係時間地點嘅問題，好快內塔尼亞胡就會一定會係以一個非常之唔對比例嘅方式嚟到去喐翻伊朗，即係將戰事提升。而估唔到喺幾日之後，內塔尼亞胡亦都忍唔住喺4月17號嘅時候，即係星期三，內塔尼亞胡就自己亦都講咗啦，話自己嘅國家點樣去保護由自己決定自決，甚至我保留一切對伊朗嗰邊嚟到去回應呢個我自衛嘅權限。喺4月17號適逢係啲咩日子啊？適逢喺星期三嗰陣時候，就係伊朗嘅建軍節。伊朗本身每年嘅慣例就喺德黑蘭嗰度嚟舉行一個閱兵，但係今年呢個閱兵就去咗北部嘅軍營嗰度嚟進行閱兵，而亦都冇以往嘅一直以嚟嘅直播。睇嚟可能係同戰事有關，不但只係同戰事嘅部署啦、調配啦，甚至同安全性或者軍情嘅透露亦都有關係。以色列嘅參謀長總參謀長就唔會同你咁講啲政治正確、國際客氣嘅説話嘅，就已經咁多日都大力強調到一定會大規模咁反擊。伊朗嗰邊嘅回應就喺建軍節嗰度就話，無論以色列有啲咩行動好，哪怕係少少嘅行動，我哋都會大大咁去回應同埋懲罰。咁美歐集團如何呢？美歐集團嘅 G7 集團就喺呢幾日不停咁研究點制裁伊朗。大家可能都係問啦，你制裁伊朗，人哋以色列
爆人哋嘅領館嘅時候，你又唔制裁以色列，咁梗係咁噶啦。美歐集團呢啲梗係偏幫，冇道理可言嘅。世界分咗兩邊，只有力強者勝，唔再有真理黑白噶啦。但係咧，呢個制裁伊朗咧，其實用嘅唔係制裁伊朗，唔係為咗伊朗而做，唔係為咗懲罰伊朗，唔係為咗禁佢，其實為咗禁以色列，為咗做啲嘢出嚟俾以色列睇。嗱，我哋制裁咗伊朗啦，你唔好諗住再提升呢個戰事啦，件事完咗噶啦。咁樣其實大家估唔估到原來係咁樣呢？因為講真，伊朗咁多年都俾人哋制裁啦，冇得再制裁啦。你仲有啲咩方案可以制裁伊朗啊？所以佢哋都苦思好耐最好就係從呢啲資源石油嘅買賣方面嚟到入手。但係講真，對佢哋嚟講有咩效啊？目的就係想交代俾以色列，順便咧就話嗱，大家已經做咗嘢，安撫以色列，唔好再將佢嘅行為升級。但係勸唔聽，以色列內塔尼亞胡諸般原因，佢係一定咧要將戰事馬上盡快提升到另一個層次，然之後拉美國落水。因為以色列嘅消耗咧已經係非常之強烈，佢喺前線無論軍力、人力、物力嘅消耗非常之嚴重。佢只不過好細嘅國家，佢經唔起咁樣嘅消耗戰。極右嘅內塔尼亞胡，佢面對咧亦都係佢哋內部政治嘅鬥爭。有人乘機將而家嘅情況咧就遷怒於佢，有人乘機想踢佢落台。不過講真，內塔尼亞胡做咁刺激嘅行為，就算此仗佢贏咗都好，以色列係贏咗都好，都冇用。內塔尼亞胡都極有可能咧被美歐集團拎出嚟到去作為一個交代，就要踢佢落台。更何況而家根本拉鋸狀態，根本係未贏，佢連一個哈馬神聖鬥士嘅一個刺激組織都未可以掃平，更加唔好講什麼聖城真主呢啲咁嘅派系。所以只要拉咗美國落中東，真係拉佢落場嚟到去作戰嘅話咧，佢哋美國同埋以色列就會唇齒相依，而亦都可以藉住戰事咧，內塔尼亞胡保住翻自己嗰個地位。美國落得場嘅時候咧，一係就唔打，打得一定要贏，贏嘅時候咧就連同以色列一齊贏，同埋要贏得光彩。咁內塔尼亞胡咧就會藉住呢個咁嘅戰局，呢啲咁嘅勝仗咧嚟到去盡收呢個政治能量。意思即係話，今次如果以色列一輸嘅時候咧，內塔尼亞胡一定冇得翻身。呢次咧就係呢個生死存亡之戰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就唔會話咧可以停火止歌，呢場仗就咁完咗，然之後當冇事發生，大家繼續過日子，冇可能噶啦。中東嘅局勢而家去到呢一刻，一定要有個分曉。而伊朗咧點解今次咁肯聽話？當然有呢個中俄嘅勸阻啦，同埋伊朗自己亦都唔係一個衝動同埋冇智慧，佢睇穿咗喺今次嘅局勢。以色列根本咧喺過去呢幾個月嚟由去年嘅10月開始，盡失民心，盡失呢個國際社會嘅支持。所以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就點會咧用強而有力嘅力度嚟到爆發以色列嗰邊，令到以色列再次可以扮受害者？梗係唔讓呢口波俾佢啦，等佢繼續做邪惡嘅小霸王，盡失民心嘅角色。只要伊朗唔將行動升級，戰事就唔會升級，美國亦都唔會落場，而以色列咧亦都一點一滴被逐步咁嚟到陰乾。而美國如果喺咁樣嘅情況都夾硬落場嘅話咧，咁既然伊朗唔提升呢個局面嘅話，咁以色列就會更加醜惡咁提升中東嗰邊嘅亂局，焗到咧中東要圍剿以色列，美國夾硬要落場，而美國一落場嗰下咧，亦都會盡失民心，失晒政治能量。所以咧，今次呢場仗根本咧，美國打又屎，唔打又屎。最緊要咧就係，若然內塔尼亞胡再做任何夾硬野蠻嘅行為咧，隨時佢喺國內都會俾人踢落台。而內塔尼亞胡自己亦都非常之清楚，所以一定要盡快喺佢俾人哋咧用完即棄之前，喺俾人踢落台之前，將全面中東嘅戰局要升級，咁先可以保住佢嘅活躍地位。呢啲叫置諸死地而後生。拜登現在越係勸內塔尼亞胡收姜嘅話咧，內塔尼亞胡越係會更加去得盡。呢個就係現在以色列嚟緊嘅去向啦，就係會極短嘅時間內對伊朗咧提升一個最刺激嘅一個動作回應，極有可能咧今次嘅突襲會一嚟咧就攻去伊朗嗰邊，以國家嘅名義嚟到發動呢個軍事行動，甚至有可能咧
會揾一啲刺激組織、黑人分子嚟到去喺德克蘭嘅本土嗰度咧進行突襲。大家可能覺得咧就係今次伊朗發動一個有限嘅回應咧，件事就咁完，其實唔係，就係有人曾經講過咧，我哋亦都前兩集亦都為大家提過，就係伊朗係唔夠兵力同埋資源去同以色列嗰邊嚟到對抗，因為相隔咁遠，經過伊拉克、敍利亞，未有耐先至去到以色列，所以喺呢個兵員補給方面咧係不足。但係其實喺近呢幾日咧，伊朗已經馬不停蹄咁不斷咁樣嚟到運送兵馬同埋糧餉去敍利亞嗰邊。咁大家又可以諗下呢個動作係為咗啲咩呢？不過最緊要就係今次伊朗，我哋要重新睇多次，就係佢今次嘅動作保留住有限嘅動作，保留住自己嘅道德制高點。明顯咧就係有高人教路，明顯咧就係有中國嘅幫忙。逢親喺大事之前咧，一定要攞咗道德制高點先。咁萬一真係打起上嚟嘅時候咧，起碼喺國際社會上邊，先至會有比較多嘅國家可以幫佢講好説話同埋支持。而以色列嗰邊咧，就係若然逼唔到你出手嘅時候，以色列都要夾硬嚟，就會變成以色列欺人太甚，咁變成咧伊朗忍無可忍，先至嚟到去出手保護自己之餘，順便回應。而國際社會喺咁嘅情況下，先至可以出師有名咁幫伊朗講好説話，又或者甚至咧就係軍助伊朗。今次可以講得係咧，就係中國同埋俄羅斯亦都一齊協助製造咗個氹，部署咗咁耐嘅政治同埋經濟對中東嗰邊嘅支持，就係為咗策劃今次呢個泥氹，等美國落場又唔係，唔落場又唔係。而只要美國真係忍唔住，俾以色列真係拉咗落場嘅時候咧，佢就正式被呢個泥氹套住。咁到時美國將會完全失去東歐嗰邊同埋東亞呢邊嘅影響力。伊朗今次點到即止，肯克制，絕對咧就冇令到中俄失望。而以色列咧係冇退路，佢一定要無論有理由又好，冇理由又好，好睇又好，做得唔好睇又好，都要馬上，唔係講幾個月之後，係馬上將戰事升級。所以以色列沒有退路，但係同時伊朗亦都沒有退路。喺今次呢個競爭裏邊咧，喺呢個中東戰線咧，伊朗係走在最前線嘅。咁多刺激組織已經聽伊朗嘅號令佢嘅黑旗號令喺度圍剿對抗之湖，剿緊呢個以色列。所以之所以係咁，原來背後咧係有三方聯動咁深嘅部署，難怪喺4月14號之後咧，中俄佢哋嘅無論係讚又好彈又好，佢哋嘅聲音咧係異常地安靜。原來背後咧就有咁深遠嘅策劃。所以美國現在咧就面對兩個困境，一個就係以色列將自己撩事鬥非，撩到咧成個中東一齊對抗以色列，以色列隨時亡國。美國咧一係就係落場支持以色列。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全面中東之爭佢就會俾呢個泥氹絕住，佢抽唔到身，亦都係失道失助。一係就睇住以色列亡國咯。以色列一亡國嘅時候咧，美國就會失去咗中東。咁咧失去中東，失去咗好多嘢，就係美國霸權咧被削弱。但係如果俾中東之戰嘅泥氹被絕住嘅時候咧，俄羅斯普京隨時連基輔都嚼埋，而我哋中國亦都可以咧搞掂埋我哋南海局勢、東亞嘅影響力，美國就會連失另外兩條戰線。所以當美國誇下海口，話自己可以同時應付呢個世界3條戰線都綽綽有餘嘅時候咧，而家真係攞3條戰線出嚟俾你試下啦。原來咧一個都搞唔掂嘅。總之無論點都好，今年就係美國大選之年，亦係美國霸權受到重擊重創之年。剛剛咧美國咧就又有個理由嚟到再一次喺呢個軍費上邊咧嚟到去助中東呢邊嘅戰線咯。話說大家知道就係所謂嘅以色列攔截伊朗嘅一輪攻擊咧，攔截咗99%，但係使嘅花費咧亦都係超過10億美元咁多。咁話說咧，同一樣又係10億美元。最近美國嘅海軍就話喺中東呢邊為咗攔截伊朗嗰次嘅攻擊，因為唔係就係以色列自己鐵穹系統嚟到攔啊嘛。美國、英國同埋法國咧都係有出到戰機嚟去幫手嚟到空中截擊、截停、攔截嘅嗰啲無人機同埋飛彈啊嘛。咁再配合埋紅海嗰邊咧，美國亦都所謂嘅協助保護商船，亦都用防空系統嚟到去
攔截也門嘅胡快分子嗰邊嘅火箭彈啦。咁啊過去呢幾個月咧，就總共就係使咗海軍報數啊嚇，使咗10億美元咁多喎。所以今次海軍咧就叫價要求啊喺聽證會嗰度要求國會批20億美元俾佢哋，等佢哋可以咧補倉咁話。呢啲咁嘅攔截導彈咧，如果係美國嘅造價，無論係標準型2號、6號、3號，大概平均一枚攔截彈咧都要成100萬美元一枚嘅。同埋咧，聽講呢啲咁嘅攔截彈咧，一射2枚甚至3枚嚟到去攔截攻勢嘅添。好多人就講到啦，喂，咁若然係咁嘅情況下，難怪伊朗嗰次嘅攻擊呢個以色列鐵穹系統都使咗咁多錢啦。所以話就算今次冇人戰事升級，就當以色列亦都克制啦，諗住拖到特朗普上場咧先繼續玩，就當俾佢拖得到。但係嚟緊呢幾個月，伊朗嗰邊咧係咁大大小小嘅行動同埋刺激組織一啲行動，真係不停咁陰乾咧，都陰乾以色列嘅。所以明打又唔係，俾人陰乾又唔係。內塔尼亞胡無論喺長線、短線嘅戰線，無論喺對外對內咧，都要快啲提升中東嘅局勢去到全面嘅中東之爭，咁佢先至保得住佢個影響力同埋推行到佢哋嘅計劃。若然唔係咧，佢就正式一敗塗地㗎啦。所以新潮文今日同大家分析就係今日呢集嘅結論就係講緊以色列係肯定會強力嚟到去反撲返伊朗，仲係唔對稱嘅軍力軍事嘅行動添。然之後咧就全面要提升到去中東之爭嘅局面。咁嚟緊咧，亦都有啲伏線，就係再落去嘅時候，若然真係提升到中東之爭啦，若然以色列真係再一次有更加大嘅刺激回應嘅時候咧，咁中國同埋俄羅斯仲會唔會係背後三方聯動，純粹喺背後出謀獻策，伊朗頂住咁簡單呢？若然真係全面發展中東之爭，美國甚至協助以色列去搞事嘅時候咧，我哋中國同埋俄羅斯會唔會相應有表現，有明面嘅表現呢？咁咧就等下次翻嚟再同大家嚟到慢慢嚟到分析。咁今日嘅分析節目咧，暫時嚟到呢度。喺節目結束之前，就由我格仔嚟到親自介紹一下新潮文嚟緊喺6月份所搞到嘅新疆北疆之旅究竟係點樣嘅先啦。今次我哋嘅行程咧就為期12天嘅，出發日期就會由7月21號至到8月1號。由於今次呢個行程係由我格仔結合到上年3次去到新疆之旅所改進到嘅經驗而重新編排嘅行程嚟嘅，所以今次嘅行程咧就同上年有啲唔同，係結合到究竟有邊啲地方好玩唔好玩，好玩嘅我哋就保留，再加入啲新嘅元素，亦都加入埋大家嘅體力考量同埋眼睛疲唔疲勞而重新設計嘅。所以有興趣嘅朋友咧就喺 WhatsApp 過去加85268287447聯絡潘小姐嚟到報名以及係查詢價錢同埋行程嘅。嗱，咁事不宜遲啦，就由我哋講下呢個行程第一日，我哋咧首先就會由香港出發，乘坐我哋已經為大家預先安排好嘅包車，就直達深圳機場。就喺深圳機場嗰度咧，就會乘搭直航機，就直飛到去新疆嘅首府烏魯木齊嘅。之後喺烏魯木齊，我哋喺休息安頓好一晚之後咧，就會正式出發。去到第二天，我哋就會翻越全長有2500公里嘅天山嘅南天山部分，然之後就會嚟到全個中國裏面最大嘅內陸淡水湖博斯騰湖。嗱，喺呢幅圖裏面咧，我哋就可以見到何謂中國第一嘅內陸淡水湖呢？佢嘅面積比起我哋成個香港加起上嚟仲要大。從前嚟講，人們就會話到新疆內處於亞洲嘅中心位置，喺呢度距離最近嘅海洋都要成3000幾公里，係一笪冇水嘅地方嚟嘅。但係如果大家見過博斯騰湖嘅話，就會對新疆缺水嘅呢個印象完全顛覆。喺呢一度就係屬於新疆人嘅海洋，我哋當然就要嚟睇一睇啦。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庫爾勒市呢一個被稱為梨城嘅地方，佢係有住全中國最好食嘅梨嘅。然之後喺安頓一晚之後，就嚟到第3天，我哋就會嚟到我哋行程嘅其中一個重點，有人間仙境之稱嘅巴音布魯克大草原。同一時間，巴音布魯克大草原亦都係中國第2大嘅草原。嚟到呢度，大家就可以見識到平時我哋手機或者係電腦所用到嘅嗰啲 wallpaper，一般咧都以大自然環境咧
就作為藍本嘅。嚟到巴恩布魯克大草原，你就會見識到比電腦屏幕、電視屏幕、手機屏幕更加靚嘅現實版 wallpaper， 比起我哋喺電腦或者手機見到嘅，仲要嚟得更加真實、更加靚。我自己睇完呢，亦都係畢生難忘嘅。當然喺巴恩布魯克大草原，仲有一個唔可以唔睇嘅位，呢個呢就係巴恩布魯克草原裡面嘅9曲18彎。大家好彩嘅話呢，亦都可以喺黃昏嘅時候嚟到見識一下乜嘢叫做同一時間見到9個太陽呢一個咁奇特嘅場面。喺完結咗呢一天嘅旅程之後呢，我哋就會嚟到第4日，呢個同樣都係我哋整個旅程裡面嘅其中一個重點嚟嘅，就係會去到同巴恩布魯克大草原叮當碼頭嘅那拉提空中草原嗰度啦。但係我哋喺去到那拉提之前，就會嚟到特登精心安排到乘坐商務嘅豪華車嚟到穿越一下著名嘅獨庫公路。獨庫公路亦都係被我哋全中國熱愛駕駛嘅人士被譽為一生必經嘅一條屬於我哋中國嘅公路嚟嘅。獨庫公路每年只會開放3個月嘅時間，喺行晒成條獨庫公路，大家就會見到何謂一條公路經歷4個季節。然之後喺我哋穿越咗獨庫公路之後呢，就會正式進入到那拉提空中草原呢一個國家5A 級嘅景區㗎啦。那拉提空中草原佢美麗嘅程度真係可以話到係非筆墨可以形容得到嘅。當然睇完空中草原都係唔夠嘅，我仲特登安排到去到草原旁邊嘅花海那拉提嚟到俾大家睇一睇乜嘢叫做漫山遍佈唔同色彩花卉嘅呢一個壯麗嘅情景。喺呢度大家記得影多啲相，出盡全力咁打卡，保證你係一世難忘㗎。然之後我哋就會進入到第5天嘅行程。呢個行程係我格仔今次新加入到嘅一個新景點嚟嘅。我哋就會去到位於新疆特克斯縣附近嘅焦蘇大草原嗰度，同前面2個草原有少少分別嘅就係我哋嚟到呢度所睇嘅就係連即使全個中國都好難揾得到嘅天馬玉河，就係由到當地嘅牧民一邊趕住當地盛產嘅伊犁馬，亦即係俗稱嘅天馬，數十隻嘅呢啲天馬喺河水裡面奔跑，激起陣陣嘅浪花。呢個情景相信亦都會令大家係畢生難忘嘅。喺睇完天馬玉河表演之後呢，我哋就會嚟到著名嘅特克斯呢一度，亦稱係八卦城嘅。八卦城顧名思義，如果從天空上面嚟到俯瞰嘅話，成個特克斯城就仿似一個大型嘅八卦一樣。冇錯，的而且確佢係參照住易經八卦嘅造型嚟到去建造嘅。成個城裡面由到放射型嘅4環64條街道，路路相通而成。喺呢度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呢，成個城入面係冇一盞紅綠燈嘅。呢一個呢，亦都係呢個城最特別嘅地方。之所以能夠做到呢一點，就係憑住我哋古代嘅智慧。而特克斯城亦都係全中國唯一一個冇紅綠燈嘅縣城。嚟到呢度，我哋一定要好好見識一下當中嘅奧秘嘅。咁當然啦，我哋亦都會嚟到喺近年八卦城入面都有一個新興嘅旅遊項目。呢一個呢，就係當地市政府非常之用心咁去到設計到嘅一個叫做盛世華疆嘅夜繽紛項目。其實大家睇到我以上嘅嗰啲配圖都唔使點樣形容到裡面有啲咩玩㗎啦，因為此情此景係唔需要再用文字再去到描述㗎啦。之後我哋就會嚟到第6天嘅行程，就會由特克斯縣去到北疆其中一個最重要嘅縣城。呢一度呢，就係我哋中國伊犁哈薩克自治州裡面嘅首府伊寧市啦。從前嘅伊寧市係我哋中國整個新疆入面嘅第一首府嚟嘅，但自從喺清末年代因為列強嘅入侵，新疆嘅面積縮細咗，所以就令到從前嘅伊寧市係我哋整個新疆嘅中心城市，就一舉變成為一個比較靠近邊境嘅城市。因此咧，先至將我哋新疆嘅首府咧搬咗去烏魯木齊嘅啫。但係依然係唔會令到伊寧市佢嘅色彩有任何嘅減弱嘅。因此我哋喺呢一度咧就重點留2日嚟到玩盡整個伊寧嘅。喺伊寧嘅附近就有非常之漂亮嘅天山花海可以俾我哋睇到。
嗱，就正如我上面嘅呢啲照片一樣，天山花海，佢漫天嘅薰衣草係唔單止喺全中國，仲係全世界嘅範圍入面數一數二能夠做到漫山薰衣草嘅地方。所以就千祈唔好以為薰衣草只有日本嘅北海道富良野先有啊！嚟到天山花海呢一度，可能你就要改觀一下啦。之後我哋就會進入到伊寧市嚟到睇一睇著名嘅六星街。嗱，六星街其實就等同於一個小型嘅八卦城一樣，佢同樣都係由一個易經嘅八卦組合而設計成嘅街道嚟嘅。而喺六星街匯聚於唔同新疆嘅少數民族，佢所有嘅特色都會喺呢度揾得到。試問我哋又點可以錯過呢？之後我哋就會去到旅程嘅第7天行程，同樣地都會係嚟到見識一下伊寧市作為一個匯聚住所有新疆少數民族嘅呢個城市裏面嘅特色嘅。因此呢，我哋就會嚟到以藍白色為主調嘅客棧旗民族街，嚟到坐下馬車，放慢我哋自己嘅腳步，嚟到睇下呢一個充滿住異域風情嘅地方。上邊呢，就再嚟探訪埋當地嘅居民，進入到佢哋嘅庭院裏面啊，去到食一下當地人親手製造嘅手製雪糕，嚟到過翻一個合意嘅下晝，咁先至叫做人生一大樂事啊嘛。然之後呢，我哋亦都會去到旁邊嘅漢人街，呢一個呢係當地非常之有特色嘅一條食街嚟嘅，而當地人亦都會稱漢人街為一條冇漢人嘅漢人街，嚟到作為佢嘅賣點嘅喎。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伊寧嘅哈薩克自治州裏面嘅博物館。正所謂去到一個充滿文化色彩嘅地方，第一時間當然咧就要去佢哋嘅博物館，先至能夠真正了解到當地嘅歷史同文化嘅。由於伊寧係代表住整個伊犁河谷嘅象徵嚟嘅，呢一度咧從前亦都係古代嘅西域36國裏面嘅烏孫國，而我哋喺博物館裏面就可以見到一幕，呢一幕就係當年嘅漢武帝為咗聯合烏孫國去到擊敗當時窮兇極惡嘅匈奴，因此亦都將2名嘅公主先後咁樣嚟到去遠嫁到去烏孫國，佢哋分別就係世君公主同埋解憂公主。佢哋2名公主都可以話到係我哋中原歷代王朝以來第一批遠嫁到去中原以外嘅公主嚟嘅。比起我哋所熟悉到嘅王昭君，亦即係昭君出塞嘅古仔咧，仲要嚟得更加早嘅。然後咧，我哋亦都會喺呢個博物館裏面見到一啲好特別嘅石像喎。究竟呢啲石像係代表住啲咩呢？大家去到就會知道當中嘅謎底㗎啦。之後我哋就會嚟到行程嘅第8日，離開伊寧市就會去到附近嘅一個非常著名嘅景點。呢度咧就係有大西洋最後一滴眼淚之稱嘅賽里木湖啦。同樣地，賽里木湖身為新疆裏面海拔最高、面積最大嘅高山冷水湖，所以佢嘅風景係十分之漂亮嘅。由於佢係整個大西洋暖流入面，因為附近嘅天山山脈阻擋住呢啲濕暖氣流嘅關係，嚟到呢度大家就會見識得到，原來呢個世界上面有一種藍色係叫做賽里木湖嘅藍。呢個湖泊背靠雪山，湖邊就係廣闊嘅草原。從前喺呢一度係冇任何嘅魚類生活嘅，但係自從喺20年前，我哋國家嘗試引入白鮭魚喺賽里木湖嗰度去到養殖，結果獲得空前嘅成功，就令到賽里木湖呢一度咧，亦都成為咗我哋嘅高山白鮭魚呢種白鮭魚之王嘅一個非常之良好嘅棲息地。呢度所出產到嘅白鮭魚，比起佢喺歐洲嘅祖先，更加適合喺呢度生存，亦都為到新疆帶嚟另一種經濟嘅收入嘅。當然啦，喺我哋前往賽里木湖嘅途中咧，亦都會經過有全中國最昂貴大橋之稱嘅果子溝大橋，同樣地都可以喺我哋呢個旅程入面見識一下嘅。之後呢，我哋就會嚟到望到冰山嘅灰屯市，稍作休息一晚之後呢，就會進入到第9天嘅行程，就會嚟到有億年奇觀之稱嘅獨山子大峽谷。講起大峽谷，大家比較常聽見嘅當然就係美國嘅大峽谷國家公園啦。但係如果你嚟過新疆嘅獨山子大峽谷嘅話，可能
大家就要改一改觀啦。屬於我哋中國嘅呢一個獨山子大峽谷，曾經榮登國家地理雜誌，亦都係我哋全國最美公路嘅獨富公路裏面嘅第一個景區嚟嘅。呢度亦都係多套電影嘅拍攝取景場地。成個谷底闊100至400米，谷肩闊800至到1000米。由谷底到谷肩咧，可以深逾200米，海拔1070米咁高嘅。嚟到呢度，大膽嘅朋友亦都可以嘗試一下，嚟到行一行位於大峽谷裡面嘅玻璃棧道，嚟到挑戰下自己嘅膽量嘅。喺睇完大峽谷之後，我哋就會翻去烏魯木齊呢一個新疆嘅首府。從前嚟講，喺一啲傳統嘅行程入面，烏魯木齊只係作為新疆之旅進出以及係補給嘅一個駁腳點嚟嘅啫。正因為咁樣啊，好多人都會忽略咗烏魯木齊作為新疆首府，其實佢都係具有到豐富嘅旅遊價值資源嘅。因此，我哋就會嚟到行程嘅第10日以及係第11日嚟到重點玩一玩啊！新疆嘅首府烏魯木齊。第10天嘅行程入面，我哋就會去到烏魯木齊附近嘅天山天池風景區。天山天池風景區作為國家重點嘅5A 級景區，以及係世界嘅自然遺產，喺呢一度絕對有唔會輸俾其他新疆其餘風景區嘅壯麗景色嘅。當然，除咗睇風景之餘，我哋亦都要重點嚟到去發掘到當地嘅人文色彩。因此咧，我哋就會去到我格仔認為全新疆最正嘅博物館，位於烏魯木齊市嘅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就係我哋了解到新疆人民風情、歷史文化嘅最佳博物館嚟嘅。喺呢一度最出名嘅就當然係有古代西域36國之一嘅樓蘭古國裡面嘅樓蘭乾屍啦。除此之外，如果大家仲想睇到其他喺古代西域嘅一啲奇珍異寶嘅話咧，呢一度絕對能夠滿足到大家嘅好奇心嘅。大家就可以從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裡面感受到西域呢一笪作為我哋以前中國要去到同其他世界各國連接嘅唯一通道絲綢之路嘅必經之地，當中輝煌璀璨嘅歷史都可以喺呢個博物館裡面見得到嘅。然之後，我哋就會進入到第11天嘅行程，喺食個早餐，漫遊到當地嘅一個著名嘅公園紅山公園，嚟到俯瞰整個烏魯木齊市之後啊，我哋就會去到一個我格仔認為相當之好玩嘅景點。呢個景點就係位於烏魯木齊嘅新疆古生態園汗血寶馬基地啦。汗血寶馬大家就聽得多，究竟呢個世界係咪真係有汗血寶馬嘅呢？答案就係唔單止有，喺呢一度仲有形形色色唔同嘅汗血寶馬嚟到呢度。點解汗血寶馬要稱呼為汗血？當你睇過之後，就會揾到當中嘅答案。作為我哋中國歷史上嘅千年名區，汗血寶馬佢優美嘅形態以及係敏捷嘅身手，真係絕對能夠稱得上馬中之王嘅呢個稱號。難怪汗血寶馬佢嘅身價曾經喺拍賣會上面係可以高達1600萬美元，折合翻我哋港幣係達到1億2800萬，足夠我哋買20台法拉利有餘啊！而嚟到呢度，我哋就可以見識到純種嘅汗血寶馬一睹佢嘅神秘風采嘅。而唔單止係咁，除咗汗血寶馬呢啲咁珍貴嘅馬匹之外啊，喺園裏面仲養住啊嚟自於世界各地唔同嘅馬，而當中仲有全世界體型最龐大、體重最重嘅夏爾馬。呢一種類型嘅馬，佢站立起上嚟嘅時間，肩膊位置已經超過2米咁高，整個人行埋去就仿如好似縮細咗一樣。當時我見到嘅時間呢，都嚇咗一跳。成隻馬佢嘅體重係可以超過1噸嘅，而且喺園裏面除咗馬匹以外，仲有大量珍貴嘅奇珍異寶，亦都同樣地俾到一個理由我哋去到值得花時間喺呢度留耐啲嘅。然後作為旅程嘅尾聲，當然我哋就要嚟到非常之著名嘅位於新疆烏魯木齊嘅國際大巴扎，嚟到作為最後嘅血拼，買多啲手信帶返香港。大巴扎喺新疆維吾爾語裏面，亦即係解做大市場咁解。顧名思義，呢度就係匯集住全新疆形形色色唔同種類嘅商品，係旅遊人
嚟到新疆必去嘅景點嚟嘅。然之後經過咁多日精彩嘅旅程，我哋就會嚟到第12日，乘坐翻直航嘅飛機，翻到去深圳寶安機場，再乘搭到我哋嘅包車，就翻到去香港，作為今次旅程嘅完結嘅。喺呢度需要注意嘅就係，今次我哋嘅行程係會包送一張夠玩全程12天嘅電話數據卡，就等大家喺旅途裡面都可以暢通無阻咁上網。再加上亦都有一啲老人家嘅優惠，以及係我哋專登為大家嚟到去精心安排到嘅俗稱飛機椅旅遊大巴嘅呢啲豪華巴士，都會提供到俾大家去舒適咁玩盡新疆嘅呢12天旅程嘅。大家對呢個旅程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聯絡潘小姐，去到報名以及係查詢行程嘅細節以及係價錢嘅。再講一次，係 WhatsApp +85268287447聯絡呢個 WhatsApp，希望到時見到大家同我格仔玩盡呢12日嘅新疆之旅。咁好啦，今日我哋嘅節目時間就嚟到呢度。臨結束之前，再次提提大家，記得訂閱新潮文嘅頻道，新潮文2.0嘅頻道，以及係喺訂閱嘅同時，記得撳埋旁邊嘅啷啷掣，再撳全部，先至為之係完成整個訂閱嘅流程。咁樣你先可以收到我哋最新嘅影片同埋直播通知嘅。咁好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嚟到呢度，拜拜。